朋友们，先给大家看看我们这里啊，这里的山，这里的树全是墨绿的，盛夏的时候特别的绿，真的是墨绿啊，可能眼睛看的和拍出来的不太一样。你看，然后看看这边，也很奇怪啊，因为是现在夏天，我们这里一般是没有北风的，可是呢，今天有北风。我估计我们这里北方方向的某个地方可能下了一场阵雨，所以才有那个北风，否则夏天是没有北风的啊。或者因为现在气候可能有变化，还是怎么样？你看，真的很绿很绿。拉近一点儿，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咱们来说说一起子虚乌有的事件，从军事事件后来又演变成外交事件，而且这事情发生在德国和中国之间。德方版本和中方版本完全不一样，是这样的啊。近日据说啊，在红海或者在亚丁湾发生了这样的事，德国一艘军用飞机在红海执行所谓的欧盟侦察任务，这时候德方的飞行员突然发现他的眼前一亮，然后他注意到被激光武器照射了，后来经过确认是下面一艘中国的军舰。在那个地方用激光武器专门照射德方的飞行员，所以德方不得不中断这个侦察任务，然后呢返回在吉布提的军事基地。据我所知啊，德国在吉布提没有军事基地，那么它很可能使用的是法国或者是英国的军事基地。德国军机安全返回吉布提军事基地之后，然后他就通知德国政府以及德国外交部。德国政府领导当然是对中方这种挑衅的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抗议。然后现在德国外交部也哭喊起来了，甚至还召见了中国驻德国外交大使。召见一国外交大使是一起非常严重的外交事件。德国新外交部长对德国媒体表示，他对这起外交事件对中国这种挑衅的行为非常的愤怒。他说，此类破坏以及任何其他对德国部队的无端威胁都是不可接受的。德国版本是这样的啊。目前还不清楚中方究竟使用何种激光瞄准了德国飞机。理论上，激光可以用作目标跟踪系统的测距仪或致盲武器。在军队中，用激光照射某人也被视为一种威胁姿态。德国国防部称，中方在7月初的事件中承担了人员和物资的风险。事件发生后，德国侦察机的任务飞行作为预防措施被终止，飞机安全降落在吉布提特遣队基地。欧盟也跳进来了。也批评了中国的行为。布鲁塞尔的一位欧盟官员表示，中国军队的行动是危险且不可接受的。据报道，这起事件发生在7月2日。好，刚才我们看了德方的版本，那么中方的版本是怎么样的呢？据德国外交部哭诉，他们是在执行所谓阿斯皮德斯护航任务，航线刚好经过红海南口。是路过吗？中方的版本是这样的，当时德方的侦察机飞得非常的低，正飞在中国052D 以及054A 它的桅杆上面，非常的近。德国的那个飞机啊，想飞越这个中国的军舰，然后进行侦察任务、拍照什么之类的，侦、拍、锁3连。之前德方根本就没有跟中方进行联系过，然后就这样飞过来了。那么从中国角度来说，你就是来挑衅的，对不对？那我的激光不射你，射谁呀？更搞笑的是，事后德方还补了一句损失不大。那既然损失不大，为什么你看德国所有的媒体都在干嚎一样啊，表示对中国的愤慨，全部都是这样？难道中国的激光就顺便照坏了他们的演技细胞吗？这次呢，欧盟是拉着法、英、德这几个国家搞所谓的战略自主，护自己的船，顺便给美军干嘛打下手。中国第47批护航编队走的是我不拉帮结派，只保护中国的商路顺畅。但是同一片海有2套剧本，西方的剧本包括德国啊，他们讲的是拳头，咱们中国讲的是规则。当时啊，德国军机它是硬要冲中国航道，而且进行近距离偷窥。难道你德国的军机是真的想当世界警察吗？而且是贴近中国这军舰的脸来飞啊！据中国媒体报道，当时啊，德国军机确实是撞了中国主权红线，
因为当时052D 还有054A 正护送挂巴拿马国旗的散货船，谁敢飞临1000米内？极光照射是最强度的，请您离开。要是当时德国的军机打算硬闯，那中国的火控雷达早就脱了尾灯了。第二，西方擅长的是什么？舆论倒挂，倒打一耙。西方的惯例就是先挑衅，然后把加害者变成受害者的角色，他们是惯常这样的。比如2018年美军、2022年澳军，还有今年德国版本都一个味儿，自己飞机乱飞，被极光警告，然后呢回家中方欺负我了，中方欺负我了。更可笑的是，德方这次呢连坐标都不敢公布。德方说在红海，那你把坐标拿出来呀。而中国方面说是在亚丁湾。红海和亚丁湾，大家看看地图就知道，那距离有多远。所以你既然说你的军机被中国的极光照射了，你把你的地理坐标拿出来呀，地点具体在哪里呀，对不对？但是德方就是不敢拿出来，然后倒打一耙。德国的媒体始终没有说在红海什么地方，始终没有说德国的军机到底干了什么。他没有说德方的军机是怎么从比如说吉布提飞到红海的，它飞离中国的军舰有多远，以及与中国的军舰的高度有多少，他都没有交代清楚，只说德国的飞行员被中国极光武器照射了，所以呢几乎眼瞎了，然后呢不得不返航，就这么简单。然后呢就渲染中国威胁论。中国的版本是你德方的军机几乎飞到我的中国军舰的甲板上了，那我中方不应该进行反击吗？你外国这不明军机也欺人太甚了，对不对？第三，通过这件事情，其实双方在进行话语博弈。德方想借红海护航刷欧式存在感，中国却拿全球安全倡议稳步护航，双方目标根本就不在一个线上。从中国角度来说，你德方军机进行挑衅，所以这个摩擦的概率直线拉高。按中国方面来说，是用极光闪了一闪，只是进行警告。中国用极光照一照，相当于向全世界宣布红海不是谁家的随身自拍杆。这起事件被德方这么炒作，变成了一起严重的外交事件。有趣的是，除了欧盟出来之外，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包括德国的主子美国也鸦雀无声，没有帮德国说话。那原因是什么呢？大家心里都清楚，俄乌拖住欧洲子弹，红海再闹的话，北约真的是捉襟见肘了，连子弹都没有。如果德国军机真的闹大了，中国亮出雷达录像、航迹数据，面子可能碎得比极光还快。于是德方呢只好自演自导，然后自己收场了，像一个3岁小孩一样大喊：“我受伤了，我受伤了。”德国加这个戏其实就是演给他们国内媒体看的。那么，德国这军机到底是在护航、是侦察还是蹭热度呢？表面说是护航、是侦察，实际上肯定是帮美帝盯胡塞，顺便贴近中国军舰来飞行。它的目的是做小偷一样窥探中国的军舰的参数啊。德国军机这点小九九，难道中国就不知道吗？可以说德国是在玩火非常的危险。你德国，你看军事也没什么拿得出手的，而现在就这样来挑衅中国。因为前面提到，它已经飞得够低的了，几乎是贴着中国那个军舰的甲板来飞，哪有那么放肆的？可以说当时中方已经很克制了，没有把你的飞机打下来，已经算你万幸了。但是中国只是极光一闪而已，把你德国的小算盘全曝光了。朋友们，大家别小看舰载极光，它的功率虽小，不致盲，纯属礼貌警示，强度够高，能烧探头，让偷窥的镜头瞬间白内障。换句话说，极光打不疼，但非常丢脸。对方敢闯一次，那就收次教训，省得下次西方的军机又来曝光，中国又得射次极光。中方的军舰在亚丁湾护航不是吃素的，而中方的海上规则也是写给听得懂的人的。
公海可以自由航行，领空也可以自由飞行。可是这个公共领空不是给你德国军机来自由撒欢的，可以说互相尊重、互相对话才是上策。德国军机若想当和平哨兵，那么请离中国军舰远远的。若是德国军机赶来进行挑衅，贴近中国军舰甲板飞行，那就别怪中国不客气了。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那么对这一起所谓的乌龙事件，德方说是中国的挑衅行为，用激光武器照射了德方的军机，而中国方面说是你德国的军机想贴近中国的军舰来进行侦察，妄图获得中国军舰的敏感数据。好了，这起所谓的军事乌龙事件，在德方的炒作下变成了一起严重的外交事件。那么德国人在德国媒体的洗脑下，他们对这起事件是怎么看的呢？那接下来让我们看看德国网民的评论。第一条评论啊，亲爱的中国，我们本想用您来代替未来愈发艰难的美国贸易。继续往下，所以到底是怎样？是飞机被锁定为目标，还是真的遭到了攻击？这区别可大了。再往下，很有意思的新闻，报道完全没有提及事件发生的地点，或者距离中国海岸线、中国舰队有多远。如果中国极光照射事件发生在德国北海，那与在中国12海里领海线附近发生的情况性质就完全不同了。下一则，现在又发生了针对德国飞行员的激光攻击事件。除了在德国运营非官方且被默许的警察站，以及在波罗的海用船锚破坏基础设施的行为之外，本周中国在布鲁塞尔公开表态，希望维持俄罗斯在欧洲腹地的战争，以此分散我们和美国的力量。这显然表明中国如今感到多么有恃无恐，因为它能通过稀土、太阳能模块和电池等技术对欧洲进行讹诈。下一则，真是难以获得独立的信息，各方媒体都只是照搬本国军方的说法，然后让民众乖乖地对另一方怒不可遏。当然了，按照定义，我们永远都是正义的一方，历来如此，而别人永远是邪恶的。继续往下，根据德国《民警周刊》的报道，该飞机疑似为一架德国侦察机。据悉，这架飞机专门为此次任务租用，并由一名民用飞行员驾驶。据该杂志报道，事发时飞机正在接近一艘中国护卫舰，难以置信，在战区，一架伪装成民用飞机的侦察机接近中国护卫舰，而中国人就这样将其锁定目标了。中国这是要干什么？再往下，据推测，照射德国飞机的激光武器很可能是舰载设备，且必须位于足够近的距离才能构成威胁。可以想象，德国飞机是故意飞进中国舰队的。目前消息有限，如果一架飞机反复且带有挑衅性的飞越航行中的舰队，那么采取此类措施应对挑衅是否正当呢？下一则，仔细看看这里所有亲中评论，就会发现中国的宣传甚至比俄罗斯的宣传还要拙劣。继续往下，激光锁定是攻击的直接前兆，因此这绝非小事，中国必须解释清楚此事为何会发生。再往下，我们该从对华业务抽身了。等等，实际上现在只剩汽车产业还有对华业务了。就是那么多年来蠢到连从燃油车转向电动车都做不到的德国汽车产业，也罢，这样决定就简单了，退出对华业务，放弃汽车产业，反正他们光转型电动化、饱和供应欧洲市场就够忙活了，把其他我们从中国进口的重要产品搬回欧洲就完事了，然后封锁这个邪恶帝国通往红海和地中海的通道。好，朋友们，德国知识点评一下，这个低智商德国佬忘记了，缺少中国稀土，德国工业马车立马停止。咱们看最后一条评论，
中国是伊朗的重要支持者，大量提供导弹零部件和无人机电子系统。此外，中国还向伊朗供应了激光武器。中国的激光武器包括可摧毁无人机的高功率固体激光器，以及所谓的炫目器。这类激光武器专门用于干扰无人机或飞机电子设备，或致盲飞行员。这些武器具有机动性，可安装在车辆等平台上。很可能德国飞机并非遭中国军方攻击，而是中国提供给伊朗的激光武器被该地区恐怖分子所使用。当然了，中国作为恐怖主义和侵略战争支持者的角色同样不可接受。好的，朋友们，其他网民评论大概都差不多，大多数都谴责中国的做法，只有少数认为德国的飞机可能过于接近中国的军舰，才导致德方被射激光。那么朋友们，你们怎么看呢？